前段时间日本上了个新闻，说3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的平均身高不仅没长，反而掉了1厘米。好家伙，都说日本人是矮人，没想到他来玩真的，还真越来越矮。要知道曾经的日本可是亚洲这些国家里个头最高的，那为啥日本人会越来越矮？是基因缺陷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了解了解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是座弧形岛国，国土面积约为37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亿人。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矮。在过去日本也被称为倭人、倭国，根本原因呢就是个子不高。不过也难怪会这么说就拿日本战国时期有名的名将来说，被称为巨人的织田信长身高也才1.66米，德川家康身高1.5米左右，丰田秀吉呢更是只有惊人的1.4米，也就是这么个矮个子统一了日本。要知道这3人呢还是贵族，连贵族都这么矮，其他平民百姓只会更矮。在20世纪之前，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才1.55米，可以说用事实证明了，他们确实可以配得上过去老祖宗对他们称为倭人。等到明治维新后，日本的平均身高才逐渐升高，短短30年里，身高增长到了1.6米左右。等2战爆发后，增速才开始逐渐停止。直到战争结束，日本又花了30年的时间，在1996年使自己的平均身高达到了1.7米，这就是日本的巅峰期。此时的他们一度成为亚洲个头最高的国家。再往后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日本巅峰不在，30年了，平均身高不增反降，甚至会变得越来越矮。过去的日本人很矮，但人家矮也是有原因的，除了基因，最主要还是吃这方面有点问题。日本大家也都知道，人都地少，能发展农业已经是谢天谢地了，畜牧业简直少得可怜。你看前面说那些日本贵族都矮得不行，估计也没吃到多少肉，那底层人就更别想吃肉了，只能天天吃点菜叶啥的。这时候哪还管什么个子矮不矮的，能活着就偷着乐吧。除了没肉吃之外，关键是日本自己呢还禁止吃肉，因为宗教的原因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日本都有严格的禁肉令。时间久了，也让不少人习惯了不吃肉的日子。没有足够的蛋白质，你说身体哪里还长得高呢？直到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开始西化。既然都要西化了，那各方面都得西化才行，包括饮食在内。西方人吃什么，他们就吃什么。牛肉牛排通通安排上，甚至颁发禁肉令的天皇也变成肉吹，带头吃肉。在这种攻势下，日本的平均身高开始不断的增长。本来呢，情势是一片大好，结果因为2战，日本侵略扩张，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又被消耗了一大半，民众又开始回到吃不起饭的日子，个子呢增长也陷入了停滞，好不容易弄出的高个子全给打没了。等到战后，有了美国爸爸的援助，日本经济得以快速增长，物质条件改善，日本停滞增长的平均身高在短短几十年里又长回来了。男性平均长了10厘米，女性则是6厘米，而日本跃成为了东南亚个子里最高的。可以说这时的日本和倭已经没啥关系了。日本好歹也是个发达国家，物价是高了点，但有啥是他们想吃都吃不到？既然如此，那为啥日本的平均身高又开始走下坡路了呢？反正日本专家表示，肯定不是基因上有上限的原因，主要还是因为饮食。不过不是没得吃，而是不吃。日本人是真的吃得少，在一发达国家里日本平均每日摄入食物都是垫底儿的。等到2018年，摄入量甚至能和伊拉克这种天天战乱的国家掰掰手腕。不过也是，别看日料摆的花里胡哨，实际上那基本就是一口的量，吃完了你还得找下家填填肚子。但日本人也不介意，毕竟他们自己本身也不想多吃。为啥？因为在他们看来，矮个子卡哇伊内，高个子就犯了天条似的，会遭到旁人的嘲笑侮辱。就像女性1.55米就是最佳身高，很可爱但越往上呢就越丑。我们喜欢的1.7米大长腿美女，在他们那儿就是被称为东京塔的怪物。就连大家的老婆新垣结衣，打死都不说自己的身高超过了1.7米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不吃的习惯早在娘胎里就养成了。很多孕妇为了保持身材，也不愿多吃补充营养。还有不少医生，甚至是连政府都为此站台，出了个孕妇体重控制的标准，督促孕妇减肥。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？日本近10%的新生儿出生时都不足重，在孕期就发育不好，出生后还吃不好，这能长高个就奇了怪了。要知道发育不是变异，两者呢多少还是有点区别。所以日本人长不高，就是他们直接躺平求矮的结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